我的继妹和我的未婚夫在我的生日宴上现场直播了一出激情戏，继妹哭哭啼啼求我成全。姐姐，我和魏哥哥才是真爱，你放过他吧。我看着他抱着的男人欲言又止。刚从门外进来，未婚夫先炸了：放你妹！老子清清白白难得班长，谁他妈跟你真爱了？作为蒋家唯一继承人，我的8岁生日宴会办得无比隆重且热闹，请的不单是各界名流、豪门世家，还有我的同学好友。这种场合除了搞事还能搞事，所以我听到佣人来跟我说，继妹和男人在2楼我的房间乱搞，还被抓了现行。我真的一点都不意外，李小小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让我出丑的。我还念着蒋家的脸面，想私下解决，可李小小这个蠢货非要闹大，不仅衣衫不整出现在大厅，还大肆宣扬真爱至上。姐姐，我和魏哥哥才是真爱，你放过他，成全我们吧。姐姐向来大方，肯定会成全妹妹的吧，楚楚可怜，好不让人疼惜呀。只是她好像有点失策了。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站着的那个同样衣衫不整的男人，实在不忍心打扰他演戏。围着的很多客人都开始议论纷纷。魏家少爷和蒋大小姐有婚约，可今天看怎么魏少爷对蒋二小姐才是真爱呢？对呀，以前还老是看到报道魏少爷和蒋大小姐的婚事多么天作之合，感情深厚，感情都是炒作啊，甚至还有人劝我成全妹妹。蒋大小姐，你妹妹既然和魏少爷是真爱，你不如成全了他们吧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是啊，瞧蒋二小姐哭的，哎呦，真是楚楚可怜啊！我还没说话，当事人之一的未婚夫先炸了：哎，你妈个大鸡蛋，老子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竟然遇到你这么个史前大白脸！老子不过出去打了个电话，回来就被这么造谣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还有，蒋家没有蒋二小姐，李小小你配吗？我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勾引别人未婚夫还说什么真爱至上，我呸！别侮辱真爱了！你们这些吃瓜群众吃瓜还吃不明白，瞎咧咧什么？魏令一顿输出，把众人都喷懵了。众人看看李小小身后的男人，又看看挡我身前的男人，傻眼了。我上前一步，抬手挽着魏令的胳膊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哎呀，妹妹，我还没给你介绍过吧？来，这位是你未来姐夫魏令。妹妹以后别在外面乱说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我未婚夫有点什么呢。李小小彻底傻眼了，甚至有些语无伦次。说什么你说他是魏令，那他又是谁？李小小指着他身后的男人问。我笑了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是你跟他不清不楚，又不是我。再说了，这不是你的真爱吗？你不认识你未来姐夫也不怪你，谁让你姐夫这人害羞呢？不爱拍照，也不爱见人。妹妹以后就不要认错罗。对了，妹妹既然对你真爱这么死心塌地，作为姐姐的不能不成全你。下个月你和你的真爱就结婚吧，什么叫一瞬天堂，一瞬地狱？这就是了。18岁还不到，就跟来历不明的男人不清不楚。这场宴会过后，李小小的乖巧形象算是没了。李小小以为自己拿捏了我，实际上自己才是被拿捏那个。我还有后招等着呢，李小小，等着吧，好戏还没登场呢。那天之后，李小小在学校清纯美女的形象一落千丈，但架不住她有舔狗给她打抱不平。其中叫得最欢的当属她的首席舔狗，我们学校学生会主席秦宇。我是学生会外联部部长，职位上确实没他高。他平时利用职位给我穿小鞋，使绊子也就算了，但他坏我好事就不能忍了。秦宇，你身为学生会主席，公私不分，我好不容易拉来的赞助，你一句话就给我搞黄了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主动辞掉学生会主席的职位，要么把你搞出来的烂摊子收拾好，否则别怪我把你的所作所为捅到校长办公室去。秦宇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
你有证据吗？你说是我搞黄的，就是我了。我还说是你没拉到赞助，还把锅丢我头上呢。我气笑了。秦宇，我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证据是吧？我还真有。风致投行的总经理秘书有个习惯，接电话会录音。你说他会不会刚巧录下你的那通电话呢？秦宇听到录音，脸色都变了，怕我真的捅到校长办公室，神色开始慌张了。蒋涵，我错了，我会把赞助拉回来的，你放心，你别把事情闹大。我冷哼一声，我给你3天时间把赞助拉回来，否则我就不是现在这么好说话了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秦宇那副怂样真的倒胃口。其实我还真没有证据，我是诈秦宇的。没想到他这么不惊吓，倒省了我不少事。秦宇也算讲信用，3天后就重新找了赞助，不过是他家的公司给的赞助，来源我不关心，事办成就行。秦宇在我这里讨不着好处，也没脸去李小小面前邀功，这几天倒是安分了不少。这天没课，我回了一趟家。到家的时候，只有李小小在家。我无视她，直接上楼回房间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吴妈来敲门，让我下楼吃饭。小姐，午饭做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我把电脑关上，下楼。我到饭厅的时候，李小小已经在吃着了。我脸色不悦，给吴妈使了个眼色。吴妈直接把李小小的筷子拿掉，拉着她站起来。李小小挣扎起来，你干什么？你一个下人也敢对我拉拉扯扯？你信不信我让你滚蛋？吴妈眼皮都不抬一下，把她强制脱离餐桌。我慢条斯理地坐到主位上，悠闲地吃起来，全程无视李小小不堪入耳的怒骂声。直到吃饱了，我才放下碗筷，抽了张纸巾擦嘴。知道自己错哪了吗？李小小狠狠地瞪着我。蒋涵，你故意整我，你还好意思问我错哪了？我勾起嘴角笑了，冷眼扫过去。私生女就是私生女，上不了台面。李小小，我给你报了那么多的礼仪课，你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谁教你的人没齐就先吃饭的？我还是你的姐姐呢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卑长幼了？你若是学不好，出去丢了我蒋家的脸，别怪我这做姐姐的心狠了。李小小被我骂的脸都绿了，但是又不敢反抗，最后只能咬牙隐忍下去。我起身离开饭厅，走到一半，又回头看着他说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你下个月订婚，你可记住了。李小小懵了，什么订婚？我捂着嘴故作惊讶，你的真爱凌霄，你自己说的，我不过成全你而已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你说你连自己男人的名字都搞错，幸好那天你姐夫澄清了，不然你多尴尬呀。我不嫁。李小小怒瞪着我，蒋涵，你休想插手我的婚事，爸爸不会让你乱来的。我冲他神秘一笑，不，他会的，大3课程少，我平时就公司学校两头跑。我高中毕业以后就进公司实习了，大学之后就逐渐接手了一部分公司业务，就等毕业全面接手公司了。平时忙得脚不沾地的，连魏令都没时间陪。最近魏令天天换着法子内涵我不陪他。今天我专门抽出时间来，起了个大早，舍友起来看我还在都觉得惊奇。哟，稀奇了，咱们的大忙人今天9点了还在宿舍呢。可不是吗？怎么公司倒闭了？我不雅地翻了个白眼，你们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？佳佳笑着凑过来，涵涵，你都好久没陪咱们了，今天一起去逛街吧。不行，我解释道，今天不行，我得哄魏令去，他这段时间天天嚷嚷着我不爱他了，烦死了。静雯坐在床边摇头晃脑的，男人啊，太粘人的不好，不够大度。我噗地笑出了声，他够大度了，谁家情侣10天半个月都不见一面的？林薇不赞同了，你就是重色轻友，你俩从小到大见得多了，还不腻呀？少见一些还有新鲜感呢，多好。行了，明天陪你们一整天，任劳任怨可以吧？3道声音同时响起，成交。
我走了，我看了眼手机，背上包出门。魏令最近刚结束一个项目，昨晚他们项目组开了庆功宴，结束的时候已经过了门禁时间。他舍友说他没回学校，我估摸着他回了公寓。他大一的时候在学校附近买了套公寓，我不常来，密码还是记得的。输了密码进门，屋子里没有动静。我换鞋后直接往房间走去，门没锁，轻轻推开门进去，拉着窗帘，房内光线不好，依稀能看到床上拱起的轮廓。我走到床边，直接把冻得冰凉的手塞到被窝里。魏令被冻醒了，眼睛都没睁开，手一伸把我拉上床，掀开被子把我抱进被窝里。我挣扎了下，我外套没脱，别冰着你了。魏令没动，刚醒声音还沙哑着，小坏蛋，刚把手伸进来，怎么不怕冰着我了？我装没听见这句，挣扎着要起来。别动！魏令手收紧，抱着我不放。困，再陪我睡会儿，乖。想起他舍友说的，最近忙的他都没睡好觉，我心软了。那你先把我放开，我穿着外套睡不舒服。他一言松开了手。等我把外套脱了，他手一伸，又把他抱回被窝里，还亲了下我额头。也许真的很累，他瞬间就睡了过去。我在他怀里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闭上眼睛。催眠的氛围太好了，我不知不觉也有了睡意。睡着前1秒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幸好今天没化妆，不然的蹭一被窝粉底口红了。我是被生生饿醒的，睁眼就看到放大版的俊颜，我还愣了下，没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在这里，还发了会儿呆。魏令凑过来亲了下我，又蹭了蹭我的脖颈，才问：醒了？不饿。我中午都没吃。那起来穿衣服，我带你去吃东西。被窝太暖了，舍不得起来，磨蹭半天才起来。外面天都黑了，很多小吃摊都开张了。魏令带我去了学校附近的火锅店，这个点店里人挺多的。我们到的时候刚好有一桌客人走了。我坐在魏令对面，看他认真地点菜。少年低垂着眉眼，骨节分明的手抓着支笔，认真地在菜单上勾勾画画，态度认真地像在做什么试题一样。我撑着下巴看他，心里暖烘烘的。我的少年真好看，做什么都帅的一批。魏令点完菜，抬头就看到我笑盈盈地看着他，愣了下，随即调侃：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，是不是觉得你男朋友很帅？我笑得坦荡：是啊，我男朋友真帅。魏令没想到我这么直白，哽了下，低头喝水。他面上一本正经，实际上耳朵悄悄红了。我没有揭穿他，好整以暇地看他欲盖弥彰，害羞了也好看。菜上来之后，魏令负责烫，我负责吃。吃到一半，我上了趟厕所，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座位上坐了个人，光看后脑勺我都能认出来是李小小。我走过去，抱着胳膊听他撩骚。对面的魏令早就看到我了，我给了他个眼神，他就当没发现。李小小还在激情开麦：令哥哥，你是没见过我姐姐那个泼辣的样子，能把你吓死。我姐前几天还不让我吃饭，不过我没生她气，毕竟我做妹妹的，总要让她。令哥哥，你没怎么吃吧？姐姐在家教蛮任性也就罢了，怎么在外面还不收敛呢？魏令看了我一眼，才呛回去：我惯的。怎么了？你有意见？李小小的笑容僵了下，我差点没憋住笑。魏令没理他，自讲自的吃着饭。李小小安静了片刻，又开始作妖了。他拿起我的筷子，从火锅里夹了片牛肚开始涮，一边涮还不忘拉踩我，那话里的茶味冲天。令哥哥，你这么宠姐姐，她都不知道体谅你，就知道讲自己吃，不像我，做不到心安理得让人伺候。魏令手一顿，真诚建议：那你挺适合当保姆的，不像你姐姐天生富贵命，
招人疼，李小小脸都绿了，又不得不维持自己的小白花形象，憋屈极了。我一个没憋住，笑出了声。妹妹想当保姆，我觉得可行。我有个同学家里缺个保姆，你要不要我给你问问？李小小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不用，谢谢姐姐的好意了。要不说李小小脸皮厚呢，都快被气哭了，还赖在这里。我当她不存在，坐到了魏令旁边。魏令的注意力也放在我身上，时不时地给我塞一嘴肉。我也没拒绝，他家什么我吃什么，旁若无人的秀恩爱。后来还是李小小自己没眼看，哭唧唧跑了。他一走，空气都清新不少。那天之后，我有大半个月没回家了。没想到一回到家，我爸还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涵涵啊，这是你琳琳阿姨，我决定把她带回来，过几天就去领证。这是你亲弟弟，你琳琳阿姨给我生了一儿一女，我得负责不是？我冷笑一声，哟，你还挺有责任感啊，以前怎么没见你活这么明白呢？李胜瞪了我一眼，我是你爸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一直这么说话，我不雅地翻了个白眼。李胜忽略我的阴阳怪气，把那小男孩抱起来。这是你弟弟蒋宇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继承人了。哪家的继承人啊？李家。李胜嗔怪地看了我一眼。瞧你说的，他姓蒋，当然是咱蒋家的继承人了。我瞥了一眼躲在后面的那个女人，脸上的虚假和眼底的算计藏都藏不住。我嗤笑一声，我同意他姓蒋了吗？再说了，那是你的种，关我蒋家什么事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就你这岁数了，这孩子指不定是不是你的种呢。两个单眼皮生得出一个双眼皮，也就李胜这蠢货没明白了，这孩子哪都不像他。我话刚说完，琳琳就急了：蒋涵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这是在侮辱我和亲哥的感情。亲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小雨就是你的孩子，我只跟过你。说完就哭哭啼啼的。李胜还真吃他这套，抱着他宝贝长宝贝短的哄。我没心情带着看戏，上了楼。回房之后，我也没闲着，让人去调查琳琳。他刚才那一丝慌乱，我可没有错过。晚上下楼吃饭的时候，李小小母女那叫一个母女情深啊。琳琳也挺能装的，在我爸面前装慈母，对我大献殷勤。我当没看见，安静吃自己的饭。也许是琳琳生了个男孩，李小小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在得知自己的妈要嫁进来了，人都开始飘了。这不，大晚上跑到我房间来炫耀：蒋涵，我妈妈快嫁进来了，我弟弟还是蒋家的继承人，看你以后在蒋家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？我笑了，那又如何？你怕不是忘了你爸是个上门女婿吧？知道什么叫上门女婿吗？意思就是这个家我才是主人，你以为你弟弟改姓蒋就是我蒋家人了？想得挺美呀。你就嘴硬吧，迟早有你哭的。说完就跺着脚离开了。真是半点长进都没有。我找了个机会拿到了李鹏宇的头发和我爸的头发，送到鉴定机构。因为加钱加急，结果很快出来了。不出我所料，那小屁孩和我爸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把鉴定报告收好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周末这天，林家的人上门提亲了。林家是个小康家庭，李小小的身份嫁过去也不算委屈。但凌霄是个花心公子哥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。李小小得知凌霄不是有钱人，哭得要死要活，就是不肯嫁。琳琳心疼他，让李鹏宇去找我爸求情。爸爸，姐姐说不想嫁，你能不能不让她嫁？我不想没有姐姐。我爸简直就是有儿万事足，竟然答应了。好，不嫁就不嫁。听儿子的。李小小母女听了，喜极而泣，围着我爸吹彩虹屁。我冷眼扫过去，打断他们其乐融融的时光。谁说不嫁？李小小必须嫁。她之前跟凌霄的事儿可是上了娱乐新闻的，拍得清清楚楚。她的名声是被她自己做没的。不嫁凌霄，你是觉得还有人会要她吗？李小小满脸怨恨，
死死地瞪着我。蒋涵，我嫁不嫁关你屁事，你少在这吓唬人。是不是我吓唬你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还想着嫁入豪门呢？先不说你这身份不够资格，豪门可不会要一个17岁就和男人不清不楚的媳妇的。李小小，醒醒吧，嫁到林家你不亏。再拿瞧，林家你都嫁不进去，李胜最看重名声，他会懂如何选择的。我不过事后提点了他几句，他就同意了与林家的婚事。李小小和凌霄订婚那天，我给林家打了50万尾款。李小小蠢就蠢在搞事，还不藏着掖着。那作为他的姐姐，不将计就计推他一把，怎么对得起他时不时给我使绊子呢？玲玲和我爸领证，这是一拖再拖，倒是让他急躁起来了，行事都不够谨慎了。这天我文件落在家里了，只能回家拿。进门的时候就觉得家里出奇的安静，但我急着回公司也没在意，回房间拿了文件就走。路过我爸的房间时，门没关紧，里面传出了不可描述的声音。原本我是要走的，但突然听到一道不熟悉的男声，我以为我听错了，就凑到门边，小心地推开些没关紧的门看了眼。这一看差点没让我生理不适。我只看了一眼，那人不是我爸。我拿出手机录下视频。玲玲胆子倒是挺大的，趁着我爸出差，竟然把野男人带回家里乱来。我说家里怎么没人？怕是没少做这些事，都能熟门熟路把人支走了。房间里的动静停了，开始说起来话。我刚要收起手机走，却听到我妈的名字。蒋家这小丫头有点手段啊，竟然让李胜答应把心仪嫁给林家。那又如何？蒋辉柔都斗不过我一个小丫头，不成气候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故技重施，等他死了，蒋家就是我儿子的了。当年你哄着李胜把你带回来，藏在下人里，每天给他下药，手段挺高明啊。这算什么？也是蒋辉柔那女人蠢，自己的丈夫偷人都带到家里偷了，居然一点都没发现。我拼命压下自己想要冲进去的念头，我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录音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，而且我要他再无辩驳的机会。我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。走在路上，即使有太阳照着，我却感觉自己身在冰窖，冷得彻骨。现在回想，妈妈的死真是哪都有蹊跷。我妈妈身体一直很好，感冒都很少，但是家里来了几个新佣人之后，妈妈突然就病倒了。医生来看过，却说没什么问题。可妈妈越病越严重，连我7岁生日都没撑到。当时我年纪小，还没意识到这个家里混入了脏东西。外公和舅舅们从国外赶回来，却没赶上妈妈的最后一面。当时李胜急着把妈妈火化，根本没等外公他们发现问题。现在看来，李胜那时候就知道玲玲做的事了。我只觉得可笑至极。妈妈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联合外人害死了自己。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走到游乐场门口了。我以前经常缠着妈妈带我来，妈妈很忙，但她从未让我失望。这个游乐场有个很贴切的名字，爱乐园。有一次，我问妈妈，游乐场为什么叫爱乐园？妈妈说，因为这里是充满爱和快乐的地方。我那时候不懂，但我知道妈妈很爱我。这里也是我和妈妈来的最多的地方。我爸从来不会带我来，一次都没有。妈妈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来过这里。现在竟然不知不觉来了这里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依旧有许多客人。大门处的一对母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小男孩左手拿着棉花糖，右手从蓝色的棉花糖上抓了一把，然后递到年轻的妈妈嘴边。妈妈吃，很甜的。年轻的妈妈半蹲在地上，一言张开嘴咬了进去，笑意温柔。谢谢宝贝。母子俩的互动让我想起自己以前也有过这一幕。
记忆里的棉花糖很甜，妈妈的笑容也很美。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接起电话，刚接通，那头就是一连串的问话。涵涵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我差点就报警了？你去哪了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担心死我了你！你去哪里都好，至少告诉我一声啊！找不到你我会疯的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我在爱月园，令哥哥，你来接我吧。魏令毫不犹豫答应。好，你乖乖待在原地等我，我马上来。我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一旁的长椅上坐着，那对母子已经不见了。我目光又挪到棉花糖摊位上，看着看着就走了神。10分钟后，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循着声音看去，脸色担忧着急的魏令在不远处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泪水滑落那一刻，就被人用力抱在怀里。涵涵，我来了，我回抱着他，靠着他的胸膛，默默掉眼泪。在魏令怀里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，我不用装得很坚强，他都懂我。发泄完情绪之后，魏令胸前已经湿了一片，可他毫不在意，只微微用力把我推开些，抬手开掉我的眼泪。好点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哭过之后鼻音很重。令哥哥，我想回家。好，哥哥带你回家。翌日，我若无其事地回了家。李胜回来了，正和他那宝贝儿子玩闹呢，笑得真开心。不知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我很期待。琳琳看见我了，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涵涵回来啦，快开饭，先坐会儿吧。昨天得知他的所作所为开始，我现在一看见他那张脸，我就恨不得杀了他。但我提醒自己，要忍。我收敛了情绪，走到单人沙发上坐下，状似无意地询问：爸，彭宇年纪也不小了，该上学了吧？经我一提醒，李胜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了。哎，对，我说我怎么忘了这茬呢？还好涵涵你提醒我了。彭宇年龄刚好是上幼儿园时候，我得送他去读书，可别耽误了我宝贝儿子。我附和了几句。爸，彭宇好像没上户口吧？这可不行啊，不上户口不能上学呀。您看您当爸爸的都不知道上点心，李胜自知理亏，没敢反驳。那怎么办？我这也没跟你玲玲阿姨结婚呢。这小雨的户口我出声打断他的话，爸，您明天就去和玲玲阿姨领证吧，领完还可以给小雨上户口，就这样定了。说完，我就招呼吴妈开饭，没给李胜开口的机会。笑话，他心里那点小心思我可看得一清二楚。想让他那儿子上我蒋家的户口本，想得美。这大冤种谁爱当谁当，反正我不当。李胜表情有些不开心，但也没说什么。毕竟我好不容易才同意他和玲玲结婚，户口的事情以后再谋划也行。这么一想通，李胜心里那点不悦也消失了。李胜速度很快，第2天就和玲玲领证了，还顺带把李鹏宇上了他李家的户口。李胜最近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倒是不经常凑到我面前找事了。顺心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李小小的婚礼到了，我本来没打算去的，是他非要我去。既然他这么强烈要求，我也不好推迟啊。婚礼是在盛海酒店举行的。我和魏令到达婚礼现场的时候，李小小特别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姐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待在化妆间太无聊了，你陪陪我呗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买的什么药，但他一定没憋什么好招。我给魏令使了个眼色，就和李小小走了。化妆间确实如李小小所说，没人。桌子上那2杯刻意的红酒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先一步进门，他进门后有些刻意地关上了门。他关门的时候，趁他不注意，我快速调换了酒杯。他走过来，亲密地靠着我坐下。
姐姐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给你惹了不少麻烦，还总惹你生气。今天我就要嫁人了，我想了很多，觉得我欠了你一个道歉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的，不再给你惹麻烦。你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十分配合。你是我妹妹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再说了，姐妹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反正对你的仇，我都当场报的。李小小听我这么说，笑了起来。她伸手拿过桌子上摆着的2杯红酒，递了一杯给我，自己拿着另外一杯。姐姐，既然我们都说开了，我敬你一杯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以后还是好姐妹。说完，她就头一仰，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喝完后，见我手中那杯酒没有动，还催促我快喝，婚礼快开始了。我盯着手中的酒看了看，在她的催促中一饮而尽。借着放酒杯的动作，我余光里捕捉到了李小小眼中的那一抹得逞的神色，我当作没看见。坐了一会儿，李小小突然捂着肚子喊疼。姐姐，我肚子疼。我露出几分紧张的神色。很疼吗？我去找医生，你在这儿等我。说着就要起身，李小小却拉住了我的手。我不明所以地看向她，心仪，我去喊人过来看看。你别怕。李小小笑容带了几分勉强。姐姐，我没事，我应该是有些着凉了，我去下卫生间就好。你在这儿坐会儿，等下凌霄来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，他看不见我会着急的。说着也不等我答应，拎起裙摆就走了，还不忘带上化妆间的门。等他走后，我在化妆间里转了一圈，看见了4个伪装过的摄像头。我瞬间明白他的计谋。我拿出手机，给魏令发了几条信息。我坐回了沙发上，静静等待好戏开场。大概过了10分钟，有人推开了化妆间的门。我转头看过去，进来了一个长得油头粉面的小白脸，浑身上下投着股猥琐的气息。李小小的远房表哥王磊，我在资料上看到过，一个好毒好色还嗜酒的玩意儿。他一进来就把门给锁上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锁门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语气平静地发问。王磊搓着手，一副急色的模样，朝我走来。孤男寡女，你说还能干什么？说着他就朝我扑了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一脚踹中他的作案工具。王磊顿时跪坐在地，痛得面色铁青，冷汗直流。我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接绕过他，开门走了出去。我到宴会厅的时候，仪式正进行到2个新人交换戒指的时候。交换完戒指后，李小小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提议把今天拍摄的纪录片放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回顾她的幸福。新娘子都这么说了，当然不会有人反对。一开始播放的内容都很正常，可大屏幕突然跳了一下，画面突然变成了化妆间。我看见李小小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可下一秒，她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。一瞬间，从震惊到不可置信，再到难堪，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。李小小大喊着让人把大屏幕关掉，形象全无，像一个疯子一样，对着酒店工作人员发火。我视线转到大屏幕上，此时正播放到精彩片段，白花花的肉体纠缠不清。当然了，关键部位还贴心地打了码，但视频里主角的脸却高清到毫无遮掩，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是李小小。视频的男主角换了3个，却都不是新郎凌霄。在这个时候，李小小突然瘫软在了地上，表情有些不对劲。林林和李胜已经讲不得关视频了，赶紧扑到李小小身边。宴会厅一时间陷入了混乱。我趁乱和魏令悄悄离开了酒店。我把化妆间发生的事和李小小的谋划告诉了魏令，他当场就要掉头回去找王磊算账。我好说歹说，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转头问他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做得太狠，
魏丽眉眼一挑，神色间带了几分狠厉。他是自食恶果，换成我做的话，我让他这辈子都不敢出现在你面前，我就知道，所以才事后才告诉他。我没回家，直接去了魏丽的公寓住。早上起来，手机上有30几个未接来电，全是李胜一家3口的。我一点都不着急，吃了早餐，才慢慢悠悠回了家。他们大概一夜没睡，肉眼可见的疲惫。李胜一看到我，眼睛都瞪得要吃了我一样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还有脸回来？我淡定地回他，这是我家，你们都有脸回来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友情提醒，这房子姓蒋，是我蒋涵的蒋，不是你李胜的李。李胜铁青着脸，指着我骂，你看看你给你妹妹害的，她现在名声毁了，婚事也没了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她是你妹妹，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容不下她吗？李小小失哭了起来，眼泪挂在脸上，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。我轻嗤一声，她名声毁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求着她做那些丑事了，怪我心狠，你怎么不问问她对我做了什么？李小小抬头楚楚可怜地看向李胜，爸爸，我昨天主动跟姐姐道歉，我真的没想到姐姐这么恨我，恨不得毁了我，我都懒得看她演戏。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有话说，有屁就放。你做的是情害的你妹妹名声毁了，林家也退婚了，你在公司给她安排个职位弥补她，最好是总经理这样的职位。李胜的语气无比的理直气壮。人长得不美，想得倒挺美呀，我都听笑了。你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乖乖听你的话的？还当我是小时候那个随你拿捏的软柿子呢？别说总经理了，看门的他都不配。李小小装不下去了，眼神怨毒地看着我。蒋涵，你别太欺人太甚，这就听不下去了。你背地里骂我的话脏多了，我可听见不少。反正都撕破脸了，我1分钟都不想看见他们。我直接摔门离开。那天之后，我都没有回去过。但家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我瞒着他们在家里装了监控。玲玲天天撺掇着李胜架空我的权利，他可能不太清楚，李胜在公司只是个闲职。李胜要面子，又不好意思说自己没那个本事。李小小又天天在家哭，给李胜上眼药。李胜被他们烦多了，火气一上来，冲着母女俩发了一顿火，摔门而去了。一连5天，李胜都没回过家。我盯着监控看了5天没有营养的内容之后，终于在今天让我看到点不一样的了。玲玲给家里的佣人放了假，李小小姐弟俩也去了学校。家中没人，玲玲胆子也大了起来，和她的野男人在客厅就搞了起来。我撇开视线，给李胜发了条信息，告诉他他的宝贝好蛋摔伤了，特别严重。也不知道李胜这段时间住哪，10分钟左右就在监控视频里看见了他的身影。李胜担心他儿子担心了一路，结果到家后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偷情，可想而知他有多愤怒，当场就和那对狗男女打了起来，场面过于血腥，我没看。我以为都这样了，李胜应该会和玲玲离婚吧，可没有。我不知道他俩达成了什么协议，当我回家后，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，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，态度亲切的如同他们亲生的一样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留了个心眼。相安无事了几天，他们忍不住了。我在监控视频里亲眼看到玲玲正往汤里倒粉末，那个位置平时是我坐的地方，旁边是李小小在帮忙放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胜走进了餐厅，撞见了这一幕。可他也只是脚步顿了顿，随后就装作没看见，在餐桌主位上坐了下来。等他们收拾好东西后，我才收起手机，下楼去吃饭。粉末是什么我并不清楚，但我愿意铤而走险一回。我若无其事地一口气喝光了碗里的汤，余光里能清楚地看到玲玲在看见我喝光了汤后，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有一就有二，
玲玲见我没发现，开始慢慢加大了剂量。我连喝了1周加了料的汤后，身体出现了反应。最开始是莫名感觉到疲惫，然后慢慢浑身没了力气，头也整天晕乎乎的。我知道时候到了，我给舅舅打了电话过去。我已经许久没在寻常日子给舅舅打过电话了。他接起来的时候，声音都透着愉悦。涵涵，怎么今天有空给我打电话了？想舅舅了？你舅妈昨天还念叨着让我叫你回家住几天呢。你外婆也说了，你都好久没回家住了，可想你了。亲人之间的关心最容易击溃心理防线。我没忍住，眼眶微微湿润了，开口的时候声音都沙哑了。舅舅，你能来一趟吗？我病了，跟妈妈当初一样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就听见瓷器衰落的声音。涵涵，你别怕，舅舅马上去找你，你等着舅舅。好，大概怕妈妈的事情重演，舅舅来得很快。和他一起来的还有2个表哥和表姐。我从监控视频里看见李胜极力阻止舅舅他们上楼，可他哪里是当过兵的舅舅的对手。舅舅单手把李胜撂倒在地后，推开了挡在楼梯口的玲玲母女，大步上楼。我把视频关掉，撑着自己坐了起来，门就被推开了。看见舅舅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哭了出来。舅舅，人高马大的舅舅眼睛都红了，想抱我又不敢，生怕我一碰就碎。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特别吓人，乍一看特别像那种命不久矣，处在弥留之际的人。表哥表姐一进门看见我这样就哭了，我来不及安慰他们，正事要紧。我拿出手机调出玲玲下药那段视频给舅舅看。舅舅他们看完视频已经是处于暴怒的边缘了，他们怎么敢伤害我蒋家的人的？老子弄死他们！舅舅挽起袖子就要下楼收拾人，但被我拉住了。涵涵，你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打死李胜和那毒妇不可，虎毒还不嗣子呢。李胜真该死！我咳了几声，缓了缓才说道：舅舅，别冲动，我们有证据可以报警。舅舅，我曾经亲耳听见玲玲说她给妈妈下药，我也恨不得亲手杀了她给妈妈报仇，但我知道妈妈肯定不想我为了报仇搭上自己，我只好等她再一次行动，把证据亲手送到我手上。蒋四，报警！舅舅冷静下来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我把手机给了舅舅，就去了医院。躺在病床上，表姐坐在旁边给我实时播报案件进程。警察在玲玲的床边柜里搜到了那些粉末，他大概没想过我还会有命报警，藏都没藏。玲玲有监控视频为证，又搜出了物证，证据确凿，又有我的检查结果，他当场就被拘捕了。舅舅请的律师据理力争，也只是让玲玲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。李小小只是从犯，情节较轻，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。李胜最多算是不作为，被教育了一场就回家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很不服气。当年李胜的不作为害死了我妈妈，现在的不作为差点害死了我。凭什么他一点惩罚都不用承受？我体内的毒素已经被清得差不多了，询问医生后，我出院回家住。我一回到家，李胜就哭着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原谅他。对不起，涵涵，都是爸爸鬼迷心窍，听信了别人的挑唆，才害得你变成这样。对不起，他到现在还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。李胜，你自己无能，却嫉妒我妈妈优秀，纵容别人害死了她，你觉得没了她，你就能捡回你那可笑的男人的尊严了吗？不会的，你一辈子都是这个窝囊的样子。我把亲子鉴定甩到李胜身上，看看吧，把别人的儿子当成宝贝疙瘩，你可真大度。哦，对了，你养了10几年的李小小也不是你的，别人花点钱就能在亲子鉴定上做手脚，骗得你团团转。李胜，你真是愚蠢又可怜。李胜在看完亲子鉴定后，突然大声笑了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听了一下，是我妈妈的名字，他在向我妈妈忏悔。
可是没用了，晚了。李胜疯了，变得神志不清了。他把我当成了我妈妈。舅舅说他是在装疯扮傻，企图逃避内心的罪恶感。不管他是真疯还是假傻，我都不在乎了。我把他送到了郊外的疗养院，他会在那里度过他充满愧疚的余生。而李小小姐弟俩，我让他们的亲生父亲那个野男人来接回去。往后，我与李家的人再无瓜葛。